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为了避开寡妇年，我被迫和见了2次面的人闪婚。婚后才知道他不仅自傲，还是个妈宝男。婆婆为了龙宝宝，对我们的房事指指点点。我如他们所愿怀孕后，婆婆却以为我好拿捏，给我立规矩，拿走她给的生活费。直到我将打胎单和离婚协议放在了他们的面前，他们才开始后悔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为了避开寡妇年，我们在相亲后的第3天，兔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领证了。29的单身生涯一夜成为已婚人士。领证后，我们依旧忙碌着各自的工作，直到假期的来临，我们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婚礼。这是我和他第3次见面。新婚后的第1天，他说：“既然我们是结婚搭架子，婚后生活开销平摊。”我点点头。没有孩子的前提下，我接受。他却突然炸毛了。没有孩子，我结个屁婚！我似笑非笑看着他。有了孩子，个屁！难道生孩子我没有份吗？是你10月怀胎，还是你母乳喂养，你就提供1分钟的运动，我却要花1年时间忍受着难受，等待成果，对我公平吗？他看着我，紧紧皱着眉头。哪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来的？可你爸爸没有说婚后一切。话不投机，我们立即离婚。你找个可以跟你可以免费为怀胎10月继续抚养孩子的老婆，我也可以找个愿意照顾我，不计较得失的男人，一举两得。他脸色由红转青。你以为现在二手女人有人要吗？我撩了撩头发，风情万种，有钱好看又独立的女人在哪来都吃香。离了你有大把弟弟等着我，你离了我可不一定有人看得上你。给你1天时间考虑，反正我也完成了我妈的结婚任务，离了那可怪不了我。不用1天时间，下午他便和我说着情话，怪让人恶心的。工资我留2000作为个人开销，预留5000以后给孩子，剩下的5000上交给你，作为我们的生活费。可真大方。当晚我吃过饭后便窝在沙发看着电视，他一脸不悦地看着我。厨房乱七八糟的，你怎么不去洗碗？你手又没断，你怎么不去洗？我在家从来没洗碗。我噗呲笑出声。洗碗还要我教啊？叫一声林老师，我就教你。他用力地将杯子放下，进了厨房。哟，这不是洗挺好的，虽然比起我前任还差了点。男人最经不起激将法，他瞬间加速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这就对了，男人还是要有危机感。当天夜里，他倒起了脾气，一声不响将被子搬到隔壁客房。我躲在被窝里，以免自己高兴地笑出声。直到他离开，我高兴地抱着被子翻滚。我精挑细选的大床终于独属于我一人。我虽然对他不是很了解，可我了解男人啊。我趴着开心地和朋友连麦玩着游戏，故意将声音放到最大声，只听着门锁传来轻微的转动。队友，结婚第2天怎么还有空玩游戏？我老公哪有队友香？门被轻轻关上，我笑不可遏，想泼我，想想就好，看我们谁玩得过谁。结婚的第3天，我睡到了中午才起床。他坐在沙发上，一脸不悦地看着我，似乎在等着我主动低头向他示好。我直接无视，走进厨房，空无一物，快速地给自己下了1碗面条。端上餐桌时，却看到了他。我假装看不见，自顾自地吃了起来，咬牙切齿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我的呢？”我打开手机，夸张道：“呀，都1点了，吴少爷还没吃饭呢，是您的监护人还没到吗？”
林于谦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你明知道我不会做饭。我拍了拍心口，一副被吓着的模样。你是不会做饭，又不是瘫痪，点外卖总会吧？我挑挑眉，你求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做给你吃。他后槽牙咬得咯吱响。你是我老婆？我点点头表示知道。哪有你这样睡到中午起床，连饭都不给老公煮的人？那你去娶那样的人啊？我强迫你娶我了吗？我们可以立即去民政局。他脸色铁青，一口气憋着，而后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我想好好和你过日子，你为什么总是要和我针锋相对？向来是天之骄子的他一脸挫败。我们毕竟要过一辈子，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孩子。我想了一晚上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好过日子吧。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，尽管提。我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样子，于是说出了心中的想法。吴玉，你这不是搭伙过日子，你是想找个免费保姆伺候你，如你所愿，我嫁给你，必须包办一切家务。我得到了什么？是疲惫，是失望。而你无论是金钱还是情绪价值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劳动力，你都不能给我。对我而言，你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，我何必委曲求全？我看着他的头一点点低下，放在桌上的手紧紧握着，已经触及到了他的底线。你引以为傲的赚钱能力甚至不如我，所以收起你的大男子主义，想要好好过日子，你要做的是付出，而不是在家当皇帝。离开了你，我可以过得更潇洒。如果不是我妈以死相逼，拍着心口和我保证你的人品，我肯定不会和你结婚。前一秒说着想好好过日子的人，只是被我戳中了痛点，下一秒摔门离开。呵，就他这样还想着过日子，我倒也不在意。结婚不过是为了报答我妈生育我的恩情。我妈是个十分传统的人，她认为女人只有结婚生子，人生才是完美的。而她早在我10岁那年就和我爸离婚。我本以为她婚姻的不幸不会再让我踏入这个坟墓，她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道德绑架我。很不幸，我逃不了她的绑架。我的懂事、孝顺、心疼成为了我身上难以脱去的枷锁。我抗争了5年，却在我30岁时妥协了，因为我的亲妈为了逼迫我成家，选择了自杀。她留下了一封遗书：芊芊，妈妈走了，以后再也没人逼迫你嫁人。但妈妈想说，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妈妈在生病、孤单时，还有你这么个女儿照顾我。可你以后老了，生病没人照顾，可怎么办？妈妈不愿意看你受苦。我每天出门就有街坊邻里问你的婚姻状况，妈妈在家都抬不起头。为了你，我整夜睡不着，吃不下饭。你不结婚生子，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长大了，妈妈管不了你，妈妈只能替你先向列祖列宗请罪。我看着手术室亮起的红灯，看着手中的信，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。以为到了大城市可以摆脱从前的窘迫，以为有了钱后可以活得肆意，可依旧躲不过我妈的压迫。我妥协了，谁让她是我亲妈？在10岁带我离开那个家时，一天打3份工养活我的亲妈，是有一块肉全夹在我碗里，嘴里说着不喜欢吃的亲妈，她整日和我说着差不多就得了。你看看你自己，学历不高，仗着好看点，天天抛头露面赚青春饭。人家可是985高材生，如果结婚能让他好受点，那便结吧。嫁给他口中学历好、为人正直、孝顺、会赚钱、提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男人。我同意领证时，我妈高兴的仿佛中了几千万的彩票。由于他的急迫、贬低，吴玉的爸妈以为我一无所有，婚前便拉着我公证，
嘴里说着婚前公证对你们都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笑了笑，欣然接受。他怕我惦记他们家财产，还体贴地将双方资产仅律师可见。我更开心了，感谢他帮忙。因此，婚后的第一天，吴玉才会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而他却不知我林于谦，其他没有，钱倒不少。当晚，吴玉还是回来了。我看着他醉醺醺的样子，不悦地皱起了眉头。你喝酒，我不管你，但如果你有家暴，甚至在外乱搞，那可不要怪我不讲情面。他跌坐在沙发上，一脸愤怒地看着我。你骂我没用，嫌弃我不如你前男友，现在又怀疑我乱搞。我吴玉好歹从小到大品学兼优，你凭什么这么怀疑我？他指着我，一副受伤的姿态。我咬咬唇，忍着笑意，继续道：贞洁是男人最好的礼物。懂。他重重地点点头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他说着改变，却在清醒后仍旧一副大男子主义。你换个工作吧。我抬眼望着他。理由？你一个有妇之夫，整天抛头露面，像什么样？我可是机关单位，我的同事会怎么看我？我戴上眼镜，绕着他上下巡视。大清灭亡112年了，我看你也不像穿越回来的，身上的腐臭味可真难闻。我捂着鼻子，一脸嫌弃。你，他指着我，咬牙切齿。我们既然已经是夫妻，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？我不想在办公室每天问，你老婆今天直播吗？你老婆一定赚很多吧？这样的话，你是因为我做直播而觉得丢人，还是因为赚的没我多？我抱胳膊，语气嘲讽。你是青春饭，能和我比吗？我一个985研究生，你不过是个破大专，现在正好赶上风口罢了。不然每年为什么有那么多考公大军？我嗤笑一声。你这是承认赚的没我多？我不嫌弃你一个月就那么点钱，给我买个包都不够，你倒好意思来指责我不是？你骂我浓妆艳抹，可我看你的脸皮可比我的气垫厚。他喘着粗气来回走动。我这是铁饭碗，你懂什么？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我用长指绕着一撮乌黑的秀发，养着一头长发可花了我不少钱。我用自己的能力做带货主播，让观众愿意为其买单，这是我的实力。我凭什么要为了你莫名的自尊心而辞职？你养得起我吗？我只是让你换一份工作，真是可笑。我摇摇手指头，为了你换工作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你可以换个老婆呀。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，拉着他就往外走。走，离婚去。你找你的有着正经工作的媳妇，我找我的腹肌男，咱们一拍两散。手被用力甩开，吴玉阴沉着脸看着我。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就这么想和我离婚？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我凑近他，咧嘴一笑。没有，我们见面不超过5次。你看上我的美貌和金钱，我为了给我妈交差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别搞得一副有感情的样子，真恶心。他语气一沉，你不要后悔。我自然不会后悔。既然这里已经谈崩，我自然要回家告诉我妈这个大好消息。只是我刚进门就被我妈赶了出来。你回来做什么？吴玉刚刚打电话给我，说你们因为孩子吵架了。今年是龙年，生个龙宝宝多吉利。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又开始说起了过往。我当初就不该把你带在我身边，为了你给你更好的生活，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。你生病，我彻夜不休地照顾你。小时候穷，我买点肉都舍不得吃。现在为了你的将来，给你挑了这么好的对象，你却埋怨我。说着哭声越来越大，我的脑袋也越来越大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尽量保持心平气和。直播中我总能遇到各种奇葩，但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。
只有我妈知道我的底线，让我一次次歇斯底里的和她吵架。你和小吴生个孩子吧，有了血脉后，你想做什么妈都不会阻止你。他既然想要孙儿，那我就给他。回到家，我将要孩子的想法告诉给了吴玉，他一听，脸上立即洋溢起笑容。这才对了，女人的作用不就是传宗接代？我闭着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他还有点用处，让自己莫冲动。那天后，他便搬回主卧，我忍着恶心和他深入交流。一连数月，我的经期如约而至。他妈开始着急了，马上要3月，你们再赶不上就来不及了。婆婆以过来人的身份住进家里，为了让我怀上龙宝宝，她带我去做各种身体检查，生育方面完全没有问题。医生委婉地让吴玉来检查，婆婆却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医生什么意思啊？我儿子985研究生毕业，难道不比你懂得多？他1.8米的大高个，一看就很健康。”我急忙拉着婆婆：“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能当主任医师的都是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，术业有专攻？吴玉学历再高，怕也是对医学一窍不通。况且医生只是看你心急，多给一个建议罢了。”婆婆听到我的解释，非但没有收手，脸反而拉了下来。我都和吴玉说要娶事业单位的女人，她非不，反而看上了你。你连生都不会，还胳膊肘子往外拐，真不知道娶来干嘛。她的话引发了排队的其他婆婆的共鸣，就是我这儿媳3年都没有怀上，又不会赚钱，真不知道娶来干嘛。我儿媳都生了2个女儿，我们家要绝后了。我儿媳聘金花了20万，现在跟我们说她不想生，哪里由得她？看着几个委屈哭出声的女孩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？我刚想出声制止他们贬低自家的儿媳妇，婆婆却直接穿越人群走向我。我们花了30万，你还不知道感恩？我就说学历低的女人要不得，没忍住，我翻了个白眼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哦，妈妈，你莫不是忘了这30万的聘金全回你口袋了？我还自带陪嫁60万，1辆车和1套房。你现在住的可是我陪嫁的房子。”我话音刚落，那群婆婆自动围了上来。姑娘这么好看，如果离婚了，可以看看我儿子，生不生也不是那么重要，只要2个人恩爱就好，要不留个联系方式。婆婆的脸一阵红一阵青，想来是更年期到了。她拉着我急匆匆地离开，和方才的从容完全不一样。刚坐上车，她立即拉下脸，指责我不顾情面，让她丢人。你的面子重要，我的面子不重要了。我是长辈，我还是公众人物呢，谁又比得上谁高贵？婆婆气冲冲地将车门打开，我以为她会自行打车回去，没想到她不过从副驾驶换到了后排，将车门甩得震天响。妈，维修费挺贵的，一次几万，悠着点。好在回家，她轻手轻脚地将门关上。到了家中，她开始和吴玉开始亲密3连。我的宝贝儿子，工作辛苦了。说着，2个人互相拥抱。婆婆揉揉她的脸，摸摸手臂，嘴里只喊着瘦了。我直径从2人之间穿了过去，可真是腻歪又恶心。林于谦，你承认你嫉妒我们母子关系好，我是不会嘲笑你的。我背着他们竖起了国际友好手势。晚餐婆婆故意没煮我的饭，我也不恼，炸鸡、烤肉、奶茶全点上，找一部电子榨菜，要多爽有多爽。婆婆却拦着我，不让我吃。你就是天天吃这些垃圾食品，难怪怀不了。第一，我检查的报告证明我身体极其健康。第二，我肚子饿了，她却毅然决然将我的外卖拿走，
而后给了我一碗白米粥，榨菜、野菜啥都没有。他当着我的面，从手里撒了一些白糖到碗里。我们小时候都是这么吃的，你们就是吃得太油腻，身体才一代不如一代。我推开面前的粥，你怎么不给你儿子吃白糖粥？他是男人，要赚钱，喝粥怎么能顶饱？我点点头，望着他一字一句道：可我赚的比你儿子多耶。趁他愣神的片刻，我立即拿回我的外卖，就着他脸上比电视剧还好看的表情使用。婆婆得不到我的顺从，将目光转向了我妈。两个人在抱孙儿的方面一拍即合，他们俩开始监视我们的房事，每日的次数和姿势都要按照他们的要求，甚至开始迷信起来。听闻观音庙可以保佑多子多福，他们便拉着我长跪不起。我刚想起来，就被他们一左一右死死摁着，心诚则灵。直到我逐渐在发怒边缘，他们才放开摁着我的手。当夜我婆婆躺在沙发，只喊着为了我们有多辛苦。吴玉心疼她，让她休息几天，不要再做家务。我在房间里揉着桂清的膝盖，妈为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多，明天开始家务就由你做，不是商量，而是命令。我挑挑眉，自上而下细细打量了她一番。你这四肢健在，怎么不见你去做家务？你是近视不是瞎，没看到我脚上的淤青吗？她这才看向我的膝盖，摸摸了鼻子，心虚离开。老娘受了这么大的罪，再让我做家务是不可能的事。也不知是他们的虔诚被看到了，还是吴玉终于有了可取之处。我这个月的生理期竟然没来，婆婆高兴地蹦到了吴玉身上，两个人含泪相拥。我们吴家有后了。我看着他们并不说话，毕竟还没检查，一切都可能是假的。他们迫不及待地带我检查，过几天再去吧，可能只是推迟了。他用力扯开我的被子，都几点了，你还不起床？有哪家媳妇像你一样，天天睡懒觉，又不做家务？你嫁到我们家，不是来让你当公主的。我看着手机，现在是8点，坐起身。哦，那我嫁来做什么？不仅的漂亮，家务包办，还要赚钱，这些还不够，还要生个儿子。他被我戳中了心里，一脸不高兴地推开吴玉，咕哝着：你看看你，娶了一个祖宗回来。吴玉立即对我冷下脸，那是我妈，她含辛茹苦培养我到现在，你就不能让她一下吗？她这是为了你好，你也知道是你吗？你不去好好孝顺她，拉着我做什么？是我让她操劳，还是让她洗衣做饭？我妈在家过得可好了，洗衣做饭都有阿姨，想去旅行就去旅行。你妈怎么不去？是不想吗？我突然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你没本事给她这样的生活呀！要不然你求求我，我给她报个团，让她出门走走，看怎么会有我这么好的媳妇。我又一次在吴玉脸上看到了深浅不一的红，情商真低。他咬牙切齿地甩下一句话离开。我高兴的中午连吃了2碗饭。他们见劝我不成，立即拉上了我妈。天不怕地不怕的我，又一次被扼住命运的喉咙。经过一系列的检查，我怀孕了，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一条无形的枷锁死死地拴着我，只是想用绳子绑着我，简直是妄想。怀孕后更别想让我做家务。婆婆为了孩子开始学着同我和平共处。我从来没有要求她要包办家务，她不想做，我就找钟点工。这时她总会在一旁说我浪费钱。我不以为意，你就是这样大手大脚，以后孩子出生了要花多少钱啊？她一边絮絮叨叨，一边用力地挥着扫把。这时我依旧早上睡到自然醒，下午去上班，相处的时间还是有限。怀孕的第2个月，妊娠反应加重，我不得不时不时地待在家休息。
她却愈发看我不爽。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她会故意调台；我在房间睡觉，她开始拖地，就是见不得我休息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是受到了她姐姐的刺激。她姐姐的媳妇今年怀了2胎，怀孕的她在家依旧包办一家人的家务。婆婆越看越羡慕，愈发觉得我懒惰。她明明嫁得比她姐姐好，却因为管不了我这个媳妇，时常被她姐姐嘲讽。她不是有工作，你让她请个保姆照顾你们呢？婆婆眼睛一亮，挂了电话就看向我。婆婆，你有那么多钱，你妈妈自己在家你都请了一个保姆，我们家3口人，你看看我美甲多好看啊！我伸出手指左右欣赏。我儿子每个月工资都交给你了，你也得付出一些吧？他出生活费，你出保姆的钱多公平。原来是惦记上我的钱了。我点点头，好呀，我出5000，人你来找。他立即道：5000你想请谁呀？现在住家保姆都要1万起，果然不当家，不懂柴米油盐贵。我儿子给你的生活费也不止这点吧？我不理他的絮叨，转身回房，拿出了一本记事本放在他的面前。吴玉1个月给我5000，明细都在账本上了，每笔钱的转账记录我也贴在了上面。看着他一脸不愉地拿起本子算了起来。哦，对了，每个月多余的花销麻烦吴玉转给我。他越算脸上越差。在他没来前，每个月的开销我卡点5000。他来了以后，虽然吃得更节俭，但是花的却更多了。你们大手大脚，我来了怎么还花了更多？是不是你故意记错账？我冷哼了一声，你买菜一买就是几天的量，最后拉肚子进医院挂瓶，可不就花更多了？你现在怀孕了，只需要好好休息，这些事还是我来做吧。我就知道他说了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这笔钱。他想要，我也乐意给他。好啊，以后直接让吴玉转给你。他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快，絮絮叨叨的话卡在了喉咙。你要让我管家？我肯定的点点头。5000换来清静和自由，多划算啊！婆婆管钱后，伙食越吃越差，菜热了又热。我吃几口便已身体不适拒绝了，离开家，转头进了餐厅。吴玉在一连3天吃鸡汤后，终于忍不住，天天吃鸡汤，吃都怕了。林于谦，我给你生活费足够平日吃一顿好的吧？你实在不行，就让我妈去买。我咬着筷子，笑着望向婆婆。婆婆脸上爬满红晕，让你吃就吃，废话那么多。吴玉这才后知后觉发现是她管的钱。我每天也在朋友圈打卡婆婆做的菜，我妈一开始赞不绝口，慢慢的不再点赞。我怀孕的第3个月稳定后，婆婆又开始劝我不要上班。婆婆，你都怀孕了，就不要去上班了，电脑辐射重，万一伤了我宝贝乖孙怎么办？吴玉一旁附和着，你换个工作，不然以后孩子出生，你整天抛头露面的直播，谁照顾孩子？他们不过是得到了我，顺便享受到了我带来的钱财，现在想要让我离开他们认为丢人的工作，保全吴玉的面子。你呀，你不是人吗？我要上班，我儿子是男人，怎么能委屈他在家带孩子？婆婆和吴玉异口同声，男人怎么了？这不是他的孩子吗？男人就比较尊贵吗？赚的有我多吗？不要一边理所当然享受身为女人的我带来的一切，一边又自以为高贵，既要又要，可真令人恶心。婆婆用力拍了拍桌子，我儿子是在为人民服务，你比得上吗？哪个女人不是生孩子带娃？就你比较特殊吗？我扯开嘴角一笑，那你找他们呢？和我说有什么用？我这人就是反骨，我偏不。婆婆指着我的手微微颤抖，你要是敢让我的龙孙有个闪失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
你现在可是怀了我们吴家的血脉，一个结了婚又有孩子的女人，我看还有谁敢要你？看看本性不就露出来了？我反击道：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？吴玉开始当和事佬，我们也是为了你好，要不是你妈说你乖巧懂事，我这么好的条件怎么看得上你？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就你这副王八身配绿豆眼的模样，我妈闭眼夸了你一嘴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30多岁的人，住着我的房，开着我的车，现在和我说条件好，给脸不要脸了。你吴玉想来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直白的羞辱，结巴就去看医生，看我只会给你一个大嘴巴子，真是个泼妇，家门不幸啊！婆婆一旁哭天抢地，吴玉安慰着她，而我潇洒转身回房。这一次以后，他们不敢再提让我离职的事，我以为是他们妥协了，却没想到吴玉会出轨。吴玉一向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，只有在我面前被贬得一无是处，他哪里能忍下这口恶气？恰巧他们办公室招了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，年轻漂亮，对吴玉这样的成熟又有着稳定工作的男性满满的崇拜。吴玉的大男子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满足，朝夕相处让他也动了心。他开始把他和我做起了对比，想起了我的学历、工作、性格，和他比简直一无是处。可一想到他好不容易播下的种子，他又犹豫了。刚出社会的小白花最是好骗，说些花言巧语，买点礼物，就会心甘情愿地等着他。说曹操到，这不就在我常吃的餐厅看到了这朵温柔可怜的小白花，迅速拍下视频和照片，打开相机的摄像头，调整好位置，让服务员为我上了一杯热咖啡，还有点烫手，泼吴玉刚刚好。在他的手握上女孩的那一刻，我将咖啡顷刻倒下。哪个？吴玉的声音在看到我的瞬间戛然而止。哥什么哥？我是你姐。他随即反应过来，略显慌乱。你怎么在这？来抓奸啊！我撩了撩头发，风情万种，俯下身，抬起女孩的脸，细细看了一遍，挺好看的一个姑娘，就是眼神不好。我指了指吴玉，她已婚，你知道吗？女孩摇了摇头，我点点头，眼光不好，但脑子好歹还在。没房没车离异的妈宝男，是你的理想型吗？她继续摇头，而后拉着包迅速逃离。真棒！我大声为他鼓掌，坐到他的位置上，和吴玉面面相对。说吧，这次出轨怎么算？我没有出轨，是朋友家的妹妹，让我多加照顾。哦，我拉长音调，你朋友知道你骚扰那个女孩吗？朋友让你摸着手照顾吗？他后槽牙青筋突起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我们什么也没做。我知道啊，就是你人太好，摸摸人家小手，看他冷不冷。我可真是善解人意。眼见他说不过，恼羞成怒，嘴里嘟囔着无理取闹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立即将照片和视频发给我妈。这婚离定了。吃饱喝足回到家，婆婆和吴玉一人坐在一张沙发上，大有审讯我的意思。你跟踪吴玉了？婆婆率先发问。当然没有，我可是那家餐厅的 VIP， 他们今天有新菜品，邀请我去品尝。恰巧看到了我结婚证上的老公在摸着其他女人的手，他不是觉得我不给他面子，以前不过是小打小闹，现在我就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打击他男人的自尊心。我捏着嗓子开始模仿起吴玉当时的语调。宝宝，你再等我1年，那时我就可以升职，才能给你最盛大的婚礼。我扭了扭脖子，阴阳怪气。宝宝。吴玉瞬间站起身，脸上一片通红，也不知是被气的还是羞耻。你不要含血喷人，
没有证据诋毁我，是要负法律责任。不愧是985，逻辑这么清晰。我将照片、视频投屏在了投影仪上，将声音放到最大，宝宝宝宝宝宝，不停循环播放。吴玉，你怎么这么无耻，还学会了偷拍我？宝宝，吴玉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。我，宝宝，反复踩对方的痛点才是最大的挑衅。吴玉眼见吵不过我，一怒之下砸了投影仪。哦，宝宝掷1万，准备好赔给我哦。我继续学着他的语气气他。我踏马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他飞快朝我走奔来，再跑我就把你从楼上扔下去。我直奔房间，落了锁，落前不忘再说一句：宝宝。门被敲得震天响，我毫不犹豫报了警。对于他而言，报警意味着离岗，离开这个他为傲的岗位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前一秒说着要打死我，把我扔下楼的人，下一秒当着警官的面立即跪了下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让我原谅他。我是个男人，我也有自尊心，你整天瞧不起我，心里得有多难受。婆婆一边拉着警官说她有多不容易，企图引起同情心，一边让我原谅她一次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没有受伤，警方也只是当调解员，调解了几句便离开。随着他们离开的还有我不会给他们任何伤害我的机会。这一回我没有回家，只要想到他曾经威胁要打死我，把我扔下楼，我全身忍不住颤抖。情绪不稳定的人才是威力最大的定时炸弹。我不想终日活在恐惧之中。明明是他精神出轨，他非但不反思，却因为我几句嘲讽，挥拳朝我。生下孩子后，还会有更多的争吵。我不想每次都用生命作为代价取得他的同意。况且婆婆一直对我不满意，似乎我不做家务就犯法一般，既想要牛跑，又不给牛吃草。这样的一家，我不伺候了。暗自联系了律师，独自去了医院做引产。医生看着单子，神情严肃：和家人商量过了吗？我摇摇头，孩子是由我生的，自然由我做主就可以。孩子是2个人的事情，大人有矛盾可以好好坐下谈清楚，而不是拿无辜的孩子撒气。我忍着耐心，他说要把我扔下楼，这样的爸爸，哪天孩子哭闹就会拿孩子发火。他闻言不再说些什么。在好友的照顾下，我恢复得很好。关机1周的手机终于开机了，一连串的提示音响个不停。正打算打开微信时，不小心接通了吴玉的电话。你在哪？还没等我回答，电话便被婆婆拿走。造孽啊！谁允许你把孩子打掉的？那是我们吴家的龙脉，你这个泼妇！撕心裂肺的嘶喊声吵得我头疼欲裂。我不仅打掉了孩子，还要离婚。既然已经拿到了，就赶紧签名，不要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。我语气平静。好好好。吴玉一连3个好。像你这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，就不该入我吴家大门。是我瞎了眼娶了你，看你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人。吴玉自从遇到那个女孩后，信心大涨，觉得离了我还有大把的人等着他挑选。只是他忘了，他开的车和住的房都是我的，离了这2样，他还有什么可骄傲？我轻笑一声，那就不劳烦你惦记了，早点签字。废话少说，他不带任何犹豫就签字了。我婚后露出的财力让他们母子眼红。没了孩子，我在他们眼里就像个废人。离了婚，他们奢望着拿到我的房子和1半财产。可我岂是那么傻的人？我让律师去拿回离婚协议，顺便让他将这母子2人赶出我的房子。他们这才意识到要失去多少。婆婆抓住吴玉的手：你不是说离婚财产分我们1半吗？
吴玉一脸疑惑地看着律师。是这样的，林小姐和吴先生结婚前签了婚前协议，双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各自的，而这套房和车子都是属于林小姐的婚前财产。婚后，由于吴先生相夫教子的要求，林小姐并没有直播过几次。婚后财产平分后，二人所分的钱已经在协议书里标明。在结婚初期，我就知道这段婚姻并不持久，我自然不愿意为了别人而卖命工作。嫁给他的那段时间，我除了手痒播过几场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培训公司新招的主播，而吴玉是固定工资，算来我还多赚了几千块。这钱对于旁人自然可以死皮赖脸不给，甚至可以鸠占鹊巢，强住在我家里。可这婚前协议书是婆婆亲自要求，如果他们闹着打官司，或许可以分到更多。只是吴玉的身份让她不得不妥协，身份有时也是枷锁，让她不得不顾及这些。婆婆看到到手的钱飞了，自然不甘心。没有了房和车，吴玉不过是个在一个岗位10年不得晋升的打工人。他们后悔了。婆婆开始每日打电话慰问我，吴玉也发消息和我道歉。我毫不犹豫将电话卡注销。我妈出国旅行回来，知道我打胎后，一反常态，没有骂我。这么大的事也不跟妈说。女人小月子没做好以后是要拉下病根的。妈是希望你以后老有所养。我以为的好人，没想到差点害了你。以后再也不逼你了。他终于放下了10年的执念。再一次见到吴玉是多年后的助农活动中，他是本次活动的众多的组织者之一，而我是本次助农活动的主播。他看到我眼睛一亮，急忙想靠近我，我却无视他，直接走向了他的领导。全程活动我都没有给他一个眼神。6个小时见，我将所有积压的助农产品卖光，现场掌声雷动。农产品的负责人热泪盈眶地向我表示感谢。领导人拍着我的肩膀直夸道：“巾帼不让须眉，聚光灯下，我是最耀眼的存在。”而他在昏暗的一角仰视着我，直到我要离开时，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林于谦，我知道你这些年一直没结婚，就是对我念念不忘。我们复婚吧。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自负。我推了推眼睛，仔细扫视了他一眼。他紧张地站直了身子，捋平了西装的褶皱。你是谁呀？好狗不挡道。林于谦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有谁会要你？我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我现在低下头是为了你着想，你不要后悔。他压低声音，咬牙切齿。这时车鸣了几声，主驾驶下来了一个又高又帅的男人。雨谦，是有粉丝找你要签名吗？我预定了你最喜欢的那家餐厅，阿姨快到了。我转身准备离开，却被吴玉拉住了手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真的包养了野男人，小心我找媒体曝光你。几年过去了，竟然智力退化这么多。我用力摔开他的手，眼神犀利地看着他。吴玉，你看清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在和我说话。工作了这么久，你同事都升职加薪，你却依然在摆烂。有时候要看看自己努力了没有，不要光长年龄不长脑袋。哦，对了，看在认识一场，劝你曝光前好好查清他的身份。我冲着那人挑了挑眉，笑道：“是吧，乌少爷？”留下一脸愤恨的吴玉转身离去。车上，他急切地看着我：“你什么时候答应和我在一起？智者不入爱河，等我哪天不爱钱的那一天。”至于吴玉，听说他后来一直未婚，本来以他的条件，自然可以在老家买房，找到一个愿意嫁给他的女孩。只是他自视甚高，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不愿低头。
一无所有却想要才貌双全的人，无异于异想天开，而我却有另一片广阔的天地等着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